长期消化不良、慢性便秘或腹泻，是不是让你感到非常的困扰呢？有一些民众朋友长期都需要服用软便药或者是保养品才有办法解便，但事实上，也许我们可以有别的选择。在中医门诊，我们常常见到慢性依赖软便药才能够解便的民众朋友，他们呢会遇到的困扰就是软便药需要越吃越多。这是源自于其实我们的肠胃道对于一些就是软便的商品啊，或者是药物，久而久之，它可能会有一些耐受性的问题，甚至会产生依赖。那这样子来到中医门诊，就可以呢给予肠子重新找回它的常力。所谓的常力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保养的方式。所以呢，在我们的门诊，我们会做几件事。第一件事情，我们会先过滤是不是有器质性的问题，比如说大肠的肿瘤，或者是其他肠胃道相关的问题。这个呢，我们会先需要把它排除。那再来有没有，比如说肠肌躁症候群，或者是其他慢性发炎的疾病，还有很常见的就是情绪性的问题，也会影响到肠胃道的机能。在排除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去鉴别。有一些民众朋友其实反而不是肠子的问题，而是因为长期压力过大，导致没有办法培养好的解便习惯。那在我们的门诊，只要将就是情绪缓解，或者是说使用一些安神的药，它就会有帮助了。而有一些蛮常见的是气虚的便秘，或者是气虚的消化不良，这样子情况之下解出来的粪便，它会是比较偏软的，一点都不硬。但是呢，就会常常觉得解便都要等很久，不好解。那在中医的门诊有温阳、有理气，也有补气的方式能够帮忙。那当然，比如说产后或者是月经不调所造成的便秘，也有可能是血虚、血瘀的情形。这些在中医门诊也有很好的武器。除了开立中药之外，针灸也是一个很好的法宝哦，因为我们可以从经络的层面去做调整。今天呢，林医师来跟你介绍几个常用的穴位。如果呢在家里面自我保健的时候，也可以依靠这些穴位，让自己的肠子好好的动一动。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曲池穴。曲池穴它就是位于手肘肘弯的地方。那怎么压呢？我们就这样把它弯起来。弯起来之后呢，它就会约略我们就往这里有骨头关节嘛往那一掐，很胀很酸，那就是我们的曲池穴。曲池穴是属于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它也是属于一个蛮大，而且在国际标准穴位蛮常使用处理肠胃道问题的名穴。这个穴位呢，它可以呢解阳明经热，所以呢，如果常常没有解便就觉得燥热，或者是解便比较偏向干硬的朋友，就可以选择曲池穴。有时候我们也会搭配合谷穴。合谷穴的位置就位于这个虎口，那有一个找法，就是找这个第二掌骨，第二掌骨的正中间，把它掐下去，很酸很胀哦，这个就是所谓的合谷穴。这两个穴位搭配日常保健也可以使用，我们就这样子把它按压。一般来说，可以按压个30秒到1分钟，分个几次按压，或者是一开始按压下去的时候非常的酸胀，我们只要持续刺激到它不酸胀为止，那我们呢就等同于是把这个穴位给打通了。那其他很实用的穴位还有包含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足阳明胃经的穴位呢，它就是位于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然后呢就是膝关节这个犊鼻外的位置往下数啊。那如果不太知道要怎么找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胫骨外把它取个1寸的位置，这里整条都是足阳明胃经。那从膝关节往下4个手指头就会找到了足三里的位置。足三里也是一个国际名穴哦，它就是呢负责帮忙我们补气一个很重要的穴位。所以如果是属于气虚便秘的朋友，它是一个多气多血的穴位，那可以按压这边，帮忙就是促进我们的消化道，甚至有的时候也可以给它稍微有一点温敷、热敷。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搭配灸疗的方式来促进我们就是足阳明胃经的气血，导致就是让一些气虚导致的消化不良问题能够帮忙解决。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上巨虚和下巨虚，它是属于大肠、小肠的募穴，也是可以选取的。那对于压力比较大，或者是经前、腹泻、便秘的朋友，还有一个肝经的穴位可以选择。这个穴位也很常见，就是在我们的主指、大指、食指的中间，这样子比一个 V， 但是是用脚趾的比的 V。这个位置有一个太冲穴，它是属于肝经的穴位。一般来讲，按压下去会非常的酸胀哦。那可是呢，有一些比如说偏头痛、眼睛胀，然后呢还有肠子胀气，或者是一些气郁表现的情绪暴躁，都可以使用太冲穴。那就欢迎民众朋友试试看，这些穴位会带来什么样子的感受呢？也欢迎回馈给我们，谢谢。